Hello， 你们好呀！今天来继续更一下合作过的我非常喜欢的艺人这个序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艺人，他叫博远，他应该还叫 Into One 博远。Into One 就是偶像选秀时代涌现出的一堆组合当中的一个。博远也是每年以百计量出道的 idol 里面的其中一个。应该有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是非常陌生的。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么前面的序列讲？是因为你看从创系列到爱优腾的那么多档选秀节目，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不管是音乐团队还是导演组编剧组，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在一起3-4个月，让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去投票选出一个非常希望他能红的这么一个小孩的话，博远一定是可以排在前3的，甚至愿意让渡出一部分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要是博远的事儿，我们可以少要一些钱，我们可以半买半送，我们可以鼎力相助。他就是一个这样子让人想要伸出手去帮助的人。在讲周深那一期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聊过，娱乐行业里的人是分3种的，其中第2种就是说他在私底下努力程度已经达到100分的人，但是可能因为他对镜头的恐惧、紧张和顾虑，所以他有时候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只有10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博远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小孩。他身上的故事有很多，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讲从我的视角观察过去的这个孩子，然后希望对他不了解的朋友也能够通过这个视频对这个男孩子多一点的关注。天赐筹备的时候吧，我接到了这个导演组的确认，说今年博远会来我们节目，我是很开心的。我们2个之前没有见过面，但是有过作品上的合作，大概就是在1-2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无数条信息，来自不同人的跟我说，博远要去天赐了，你多照顾他，博远去天赐肯定会很慌乱，你多帮帮他。在牛班工作的这个小朋友都来问我说，钟老师，今年天赐你如果在的话，你能不能多照顾一下博远呀？甚至是有一些在业内已经非常有地位的前辈都会来说是个好孩子，然后你们多关心关心他。我就在想这个人到底优秀在哪里。我第一次见到博远的时候，很多瞬间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苦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整个人给我的气质贫穷贵公子，就是他是一个看起来形象非常好非常阳光的男生，可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觉得他在照顾所有的人，那个照顾关心和他对这个环境所有人的那种体谅，是这个年龄的男孩身上非常少见的。戏剧里面有一句形容，就是性格是一个人过往一切的总和。当你知道他过去经历了什么，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今天谦卑的近乎卑微，礼貌的近乎紧张。然后我们中间在聊他这一季的一些选歌要怎么选啊。你知道做综艺和做唱片、做音乐、做唱作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大家在服务的群体也是截然不同的群体。很多时候导演组的需求对于音乐人或者对于艺人来讲，他是并不能完全理解的。你是一个做音乐的人，当他把他的歌单甩给你以后，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的工作可以很快的阅读出他喜欢的东西和这个节目的需求之间那个巨大的鸿沟，去颠覆或者说改变一个人的音乐审美和音乐选择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对抗，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说选什么他就会拿他的小本本记下来，然后他自己会尽可能的去理解和消化，他也不是那种敷衍的记下来，他是在很真诚的听你的建议，他听懂的他会尽力的消化，听不懂的他会去追问，就他整个人呈现出的是非常开放、干净、包容和积极的一个心态，真诚和真挚的让那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想要伸手帮他。我们中间还一起点了外卖在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喜欢吃什么他都在关注，发现如果一个人第3次夹向一盘菜的时候，他就会默默的把那盘菜推到你的面前。因为我常年是一个控制体重爱好但不见成效者，然后
后他就观察了一下，把一个带鱼和一个虾放到我面前，他说这个比较有营养，而且不会胖。包括吃完饭之后，他就默默地开始收那些菜，开始弄那些东西。正常艺人呐是不会有这个概念的，就常年是出门走哪儿被人伺候的，就是他今天会那样小心翼翼地照顾好每一个人的需求和情绪，说明他过往的生活当中没有被惯坏，或者说没有被怎么伺候过。经纪人老板跟我们聊他这些年的经历和处境，疫情的时候已经快要存活不下去的时候，家里人也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就跑去牛班当了一个声乐老师。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每一次面对的机会好多时候都是临门一脚的时候被替换、被运作、被怎么样就没了。所以当他去参加创造营的时候，他也好，公司也好，基本上就是倾尽全力的为此一搏。因为他是93还是92年的，参加男团可能对他来讲也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打头啊，然后怎么样能够出道啊，进入到 Into One 的那个过程，听的我是觉得很苦涩的。就家里头就这个条件了，也拿不出更多了，钱就送孩子去更远的地方上学吧，遇到的待遇、你的位置、你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个甚至都不用听说，看他在与人交流时的那种近乎小心翼翼，你就知道他过往经历了什么。2020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抖音推歌刚刚兴起，所以我们就想试试玩这种热梗能把一个歌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商业高度或者数据表现。那时候出来一个热梗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当天就决定拿这个梗写一个玩梗的歌，歌词也写得很快，就是一个很朗朗上口撩妹的那种歌嘛。作曲编曲我们大概1天就完成，然后当天我们就广发英雄帖，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范围内找一个很清亮的甜甜的男生唱这个歌，试唱一下呀，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东西。倒是都挺给面子的，都唱了几句 demo。 唱完这个 demo 以后就开始提版税怎么分啊，唱酬多少钱呀。然后这里头所有的我们收到的 demo 里头，我听到了一个 demo 叫汤浩，所有人里头我觉得唱的最符合这个歌的样子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时代比较少见的一种甜度，男生的甜度，然后跟这个歌的味道又很契合。盲选 demo， 我说我觉得这个最好，说钟老师你可真实惠，说他是唯一一个没提钱没提任何要求，而且唱完了整首 demo 的一个人。我只是对这个男生有一点点印象，因为古素老师同时在给汪苏泷做制作人嘛，大量的和声，我说哎这个和声还挺好听的，然后他说也是那个小汤录的，我说啊，因为他会积极的参与所有的有名的没名的有钱的没钱的项目，只要是能让他唱歌，能让他有事情做，努力的程度会让你特别感动。然后也很意外，就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是白色系的练习生，你并不知道任何，你就知道他是个有活就干的一个好孩子。然后突然间他就成团了。然后他在天赐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的歌导演组之间、音乐组之间，包括艺人自己的制作人跟我们导演组之间，跟我们公共的音乐团队之间，其实都会有很多的 battle， 就你要这样他不要那样，导演组要这样不要那样。有一个编曲是我们拿到之后并不太满意，对，然后就反复的要求那个编曲去修改。但是其实那个制作人老师也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师，所以他也有他做这件事情的坚持和诉求。我们在群里面就小作文互发小作文，疯狂的发小作文。其实在音乐的逻辑上都通，各自的出发点和诉求不一样，大家一通电话，然后一说哎呀都是博远的哥哥姐姐们，然后大家就别吵了，大家就好好的别闹了，就最后是这样子平息了这件事。一接头之后知道他们也是在半买半送的帮助博远的天赐之旅，就这样解决了一个关于音乐上的 battle。 这个我们这么多年做音综是没有遇上的，就是没有说嗨这个艺人也不容易大家就帮帮他吧。最后就是各做了一些让步，然后彼此就谅解了彼此，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只在博远身上发生过。可想而知幕后的老师有多心疼他。他是一个做10他都只能说到3这样的一个小孩，然后也不太会抢镜，也不太会在镜头面前做很花里胡哨的自我包装和粉饰。作为一个艺人来讲，这其实是挺大的一个痛点，就经常要
付出比正常人多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够在镜头面前呈现出3-5分。其实今年做天赐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好累呀，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倔强。他就像是一个一个家里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在成长当中，然后这个当大哥的要做出一个榜样给他们看，因为他又要出去赚钱，他又要给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很硬的艺人，他只要推开他房间的门，面对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就会整个人拎起来，拎出一个非常职业和标准的礼貌也好，规范也好。可是我们知道那个规范和礼貌是非常累的，然后他在我们房间就会一直站着这样，老师怎么样，老师怎么样，我说要不要喝咖啡，要不要坐一下，就放轻松，在这些老师也好，前辈也好什么的人面前坐下，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觉得他的那个弦绷得非常非常的紧，他有时候缺一点点坏男生的那种油嘴滑舌呀，或者是很会讨人喜欢的一些小伎俩小把戏，他都没有，他就朴素的像一个傻大哥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做那个线下的这种歌会，那个音响条件都非常差的这种环境，我说我们先把一些韵脚 backup 录一下， backup 录一下，这个东西跟假唱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为了让频率听起来更饱满。你像早年的歌，什么布拉格广场这种I feel so yep so sorry， 那个 feel so sorry 那些东西都是要垫的，都是它会有几轨，是然后 double 一下才会有那个效果嘛，然后你有气口去换气，然后你跟他说这件事情，他就是不行。我们要不要录一些 double？ 不行。我们要不要录一些和声？不行。我说那你要怎样？他说我每一个音我都要自己唱。我说好，你厉害，对吧？就是那还能说什么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在盯的这些点是啥。后来当我慢慢的了解了他过往的一些经历啊处境之后，我明白这其实是某种 PTSD， 它其实是一个必备的流程，就是在快歌里面录这些 doubling 和这些 backup， 这是一个流程，但这个流程好像在他身上都不被允许，因为一旦他做了这件事情，好像就会被批评被指责被怎么样。这是我后来慢慢就是了解了之后才明白的，他的那个坚持就是我一个字都不垫，和那很多现场我一个字都不真唱的人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但是我发现他并没有想跟那些人对比，即便在现场听起来他有气喘有各种问题，未经任何程序处理的情况下，一个唱跳的 idol 他现场可以唱成这样，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可批评和指责的。你要知道他到底现场唱了多少，你就会知道他唱成这样有多了不起。你知道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之后，你又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好像也只能这样做。他有一个点跟我蛮像的，就是当我们有10000个捷径可以走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最难走的那条路，过程可能会比其他人更艰难，会比其他人更崎岖，会显得比其他人蠢一些，但是你知道你在那条路上洒下的每一颗汗水或者泪水都是不会欺骗你的，内心吧起码会非常的笃定和平静。虽然我说你可以像一些小孩一样更世故更聪明，在舞台上显得更花哨更会说一些，可是如果他是一个说大于做的人的话，那他就不会获得这么多幕后老师的喜爱垂青垂怜了。他身上会让我感觉到像类似木村拓哉那个时代的那种很日系的标准的偶像的范式，就是很努力，业务上很扎实很能打，行为上举止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自律，以及他想要把人生最后一滴血和泪都留在舞台上的那种古早的 old school 的那种艺人特质。一辈子的梦想目标和自我要求就是做一颗灿烂的明星，然后他以此为傲，他也以此为生，在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无比的感恩信仰和虔诚以及幸福。我这个系列其实要聊的就是影响到我或者鼓励到我的人，他可能并不会是所谓的 C 位或者流量最大的人。你知道在这个相对灵魂缺失的这种行业里面，见到一些有灵魂的或者能够在灵魂深处跟你引起一些共鸣的人是很难很难的。我在讲述的其实是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来讲，博远符合我对一个 idol 这个时代 idol 的定义和标准还有要求。前几季天赐我们在讨论开
会的时候就有讨论起哪一些 idol 可以独当一面的出现在天赐这个舞台上。我数次提起了他，因为我听过他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那个 vocal 是什么状况。我不光在因为博远身上的这些品质，就是镜头之外的这些品质，这些背负的这些东西在心疼他，在理解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音乐人吧，流行音乐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清泉一样的男生，很清澈很干净很甜的一些男生，比如早年的这个小哥费玉清，然后张信哲老师很清澈的声线行走于江湖。可是这个时代好像不属于这种声线，或者这种声线在大家看来是没有辨识度的，是不够有荷尔蒙的，或者不够有气质的。因为大家喜欢低音炮嘛，喜欢酥嘛，然后喜欢各种杀疯了撩妹的那种小语气，所以一个古早的甜的这个男生好像已经过时了，好像这个声音不再被这个时代所喜欢或者所欣赏，需要更契合和更匹配的作品给他这些加持，不管是影视也好，或者是唱跳舞台，去放大他的这个甜美清澈一尘不染的气质的机会。其实这几年过去，这些偶像团体选出来的人已经随着时代的烟尘慢慢的消散了，泡沫也慢慢淡去了，最后谁在裸泳可以一眼看得出来。我很希望博远一直坚持下去，就她老公我说她已经30岁了，怎么样，作为一个 idol 什么老了。我一直都觉得偶像或者 idol 它是一个身份一个角色，绝不是一个年龄。就是到今天我也觉得刘德华是偶像，我依然觉得他帅到飞起，我依然觉得木村拓哉是偶像。所谓偶像就是在一代人的心里头扎下了一个种子，让这一代人觉得因为有那个人的存在，世界都变得美好了一些，因为有那个人的存在，我好像也可以更确定的走我的人生和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偶像有时候给观众是这样的一个指引的意义，不管是唱跳还是人品人格品质上，博远就是一个标准的偶像。如果我回到我的16、17岁，我觉得他也会是我的偶像。当然今天你再看这些孩子，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民伯伯的心态，就是看着地里头长势喜人的萝卜，由衷的赞叹。对，其实这个系列我有好多人想讲，都开始写 Excel 表格了，因为节目播到这个阶段已经没他了嘛，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他也在这个节目的前半段带来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表演，期待着他的下个旅程可以带来更释放更全面更自在，给更多的观众看到。因为他不是一个粉丝酱的艺人，他不是一个圈地自萌就几个人喜欢就好的艺人，他是一个值得被更多人喜欢的人。那这一期就先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